这个女孩留着一头短发，她虽然身材瘦小，但一口气能喝5碗烈酒。平日里烟不离手，还是个骑马的好手。她打小就被当作男孩养大，母亲会用棉布裹住她的胸部，以防被外人看出性别。但其实她的长相是这样的。怎么样，很美吧？本是女娇娥，奈何男儿身。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的父亲，一个在草原上被称为霸王的男人。霸王是个摔跤好手，拿了数不清的冠军，但他却没有获得尊重，反而遭受了诸多非议，因为妻子一连给他生了3个女儿。这在盛行男权的草原上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笑柄。这天妻子正在分娩，霸王在屋外等待，抽着烟，内心满是焦虑。女儿跑来安慰他说，这次一定会是个弟弟。不久后，产婆出来汇报情况，一番耳语后，霸王猛地抬头，此时天空中响起一道惊雷，随即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这一次到底还是个女儿。而霸王在走进产房后，对妻子、对产婆、对3个女儿说道：霸王今天有儿子了，他要将第4个女儿的性别隐藏，还给她取了个男孩名太平。10几年的时间一晃而过，太平被养成了这副模样，谁也看不出来她是个女孩，因为她的一举一动都像极了一个草原儿郎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豪放不拘的哈哈大笑，动作老练的抽着旱烟。唯独一点就是她的身高，毕竟说到底她只是个女儿身。太平还有个青梅竹马，女孩的名字叫做雅安，是朵标准的草原红花，长相端庄，家世优秀，但她却不喜欢瘦小的太平，他的心上人是霸王死对头家的男孩航凯。和太平不一样，航凯长得威猛高大，留着富有男人味的胡须。雅安邀请航凯一同去霸王家找太平玩耍，不料他却哈哈大笑，嘲讽起了霸王一家人。这话被躲在草里的太平听见，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这一幕。太平不服气，但他也知道拼力气自己不可能赢过航凯，于是他提议比赛骑马，而这一次他大获全胜，并狠狠地羞辱了航凯一番。从这之后，两人结下了梁子，但凡见面，航凯都会欺负太平，而太平生性刚烈，打不过也不求饶。为了捍卫父亲霸王的荣誉，他一次次的拼死反抗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本是女儿身的太平，其实活着真的很累。结婚生子对于身在草原的他而言，就是那远方的大海只是一个梦罢了。他想做回女孩子，他羡慕他的3个姐姐，但他却不能，因为他是霸王的儿子。而他也不是没有过反抗，年轻时他偷戴过1次发卡，但就是这么一个顺从天性的举动，却让霸王大发雷霆。母亲没有尽到监管的职责，被霸王用鞭子抽个半死，还被推进了地窖，摔坏了嘴巴，就此沦为一个哑巴。年幼的太平被吓破了胆，他嘴里不断重复了一句话：所以长大后的太平，每当想要恢复女儿身时，就会偷偷跑到一个山洞，这是他的秘密基地，里面藏着女孩的衣服，藏着发卡、胭脂和假发，藏着一个真正的自己。看着镜中美丽的面容，太平不禁露出了笑容，可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悲伤，眼泪簌簌下落，绝望填满了心间。他强忍着委屈喃喃道：为了霸王那该死的面子，太平失去了恋爱的机会，更失去了作为女人本该嫁人生子的美好愿景。她甘心吗？当然是不甘心。这天，她便趁着霸王外出，在晚上偷偷溜了出去。望着广阔无垠的草原，她换上了女孩的衣服，骑着骏马在星空下驰骋。最后玩累了，便来到山间的溪流中沐浴。不料这解放天性的一幕，被同样无心睡眠的航凯看了个清清楚楚。月光下，溪流中的太平竟是个美貌端庄的女孩子。航凯不由得看丢了魂儿。第二天，太平来到圣山，他跪坐在地，双手合十，为家人和自己祈福。此时，航凯和2个兄弟正好来此游玩，两人不约而同地走向太平，抱着他就往圣山上走。这座圣山可是男人的圣地，也只有男人才被允许踏足。两人不知太平的性别，只是习惯了欺负人罢了。但有一个人知道，那就是航凯。而航凯竟也真的出手阻拦，因为昨晚的一幕带给航凯太大的刺激了。这边太平还很疑惑，怎么平日里最能欺负自己的
的航凯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事后太平再次来到山洞，他将石头当作儿子，独自玩起了过家家的游戏。就在开心时，一个不速之客到来了，是一路尾随来此的航凯。航凯没有羞辱他，只是说了一句：“霸王这个人太想要儿子了。”这想过后，又在一次雨天，太平不慎滑倒在地，太平捂着肩膀吃痛离开，独自来到山洞包扎伤口，而航凯也再次跟了进来，帮太平清理伤口。事后两人均出现了心动的情愫。这天，太平和雅安正在放牧，航凯骑马而来，他故作恼怒的施舍了太平，演出为了雅安争风吃醋的样子。实则是递给了太平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去山洞见面。等两人来到山洞后，太平故作冷静地抽着烟，航凯则看穿了他的伪装，说道：“你穿女装的样子真好看。”从这天过后，两人经常约会，他们会在草原上放牧，会在夕阳下奔跑，还会在草地上亲热。他们终于确定了这段恋情。一次玩耍追逐时，航凯不慎扯掉了太平的假发，太平立刻就哭了。他想起了自己的使命，航凯为了逗他开心，把假发当作络腮胡子挂在了下巴上。太平看了果真哈哈大笑。这边两人每日私会，毫不开心，那边的雅安却倍感焦虑，因为他清楚地感受到航凯在疏远自己。于是这天他尾随起航凯，跟着他来到了溪流。他看见航凯抱着太平，而太平竟然是个女子。看着心上人和发小亲热，雅安只感觉遭到了欺骗，于是他含恨离去，转头就造谣说太平是妖怪，是个不男不女的妖怪。好事的女人们拉扯着太平要一探究竟，还好航凯恰巧路过，才为太平解了围。等到女人们走后，太平哭着对航凯说：“老话说得好，祸不单行。霸王从外地回到了草原，他也听说了关于太平的传言，于是他将太平软禁在家，等风波平息了再放他外出。而一旁的母亲明显遭受了家暴，原因也还是监管不力。真别说打太平可能会适得其反，激发出他反抗的念头，但对于孝顺的太平而言，打母亲无疑是捏住了他的软肋。这天，一个女孩跑到了家里，她告诉霸王她的马丢了，而等霸王离开了帐篷，他又偷偷告诉太平航凯正在等他。一旁的母亲听见了，但她并没有因为怕挨打所以去阻拦太平，毕竟身为母亲的她其实更能感同身受。命运对于太平而言实在太过不公平了。而在霸王回来后，母亲不出意外的挨了一顿鞭子，这边相见的两人也很不愉快。航凯让太平和自己私奔，但太平却说自己不能，说自己是霸王的儿子。航凯说：“你是个女人，而且还是自己深爱的女人。”太平哭了，她很感动，但她还是拒绝了私奔，因为她担心母亲被霸王活活打死。航凯自觉多说无益，便留太平独自思考。可他前脚刚走，后脚霸王就遭到了煽动，带他来的人则是雅安。一顿无情的鞭打过后，太平被霸王锁进了地窖。这个被亲生父亲关押在暗无天日里的女孩，此刻正忍不住的流泪。她想起了和航凯恋爱的日子，那是她人生中最美的时光。航凯问她：“你有多爱我？”太平掰着指头算，个十百千万。最后她的答案是一段日子过后，地窖上的墙壁上被太平留下了数不清的抓痕。母亲心疼女儿，劝她对霸王服软吧，乖乖的做一个儿子。可太平想清楚了，她说自己是个女人啊，自己爱上了一个男人，想和他成家，想给他生子。这天，霸王的三女儿回家探亲，因为她已怀胎10月，而霸王则要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孩子是男是女。与此同时，航凯找到了霸王，他对霸王说自己是真心喜欢太平，希望霸王能成全两人。霸王给了他明确的答案，一个干净利落的过肩摔。三女儿终于要分娩了，霸王在屋外等待，一根烟将他的思绪拉回当年太平出生的那个雨夜。霸王越想越心烦，于是在草原上策马狂奔，但回忆还是不停的往外冒。他想起了关于太平的点点滴滴，无论是从小就学习男人的坐姿，并用棉布裹胸，还是故作潇洒的大口抽烟，一口气连喝5碗烈酒，其实都是为了讨自己欢心，为了不让自己被邻居瞧不起，为了自己霸王的名誉。而作为父亲的自己却从来没有为太平想过，哪怕一次也没有。这一刻，霸王老泪纵横，他后悔了，他知错了。于是他连忙来到地窖，准备放女儿出来，结果发现里面空无一人，看来是母亲已经先他一步放走了太平。母亲起身就要逃，但霸王却将他一把拉住。这一次，霸王没有动鞭子，而是对着妻子不断忏悔。最终，三女儿诞下了婴儿，谢天谢地是个男孩。霸王抱着外孙，嘴里忍不住的感谢，说这是上天的恩
次。另一边，逃走的太平和慷慨相贵借拥抱互诉彼此的思念，之后又手牵着手在草原上漫步。从此之后，再没人能将他们分离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影片也至此结束了。本片名叫《黄金宝藏》，是一部蒙古国的电影。看完后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看似圆满的结局背后，其实是无法言说的悲哀。因为草原文化中的重男轻女，所以太平竟被篡改了性别长达10几年之久。所以他的母亲被打成了哑巴，也根本没人理睬。所以只要霸王回心转意，上天就赐给了他一个外孙。所以生活在平等社会的我们要格外珍惜呀。